好，我们再来看看川普。川普是玩真的哦，他要提高税收，包括您看到现在美俄已经达成共识了哦。我们看到乌克兰恐怕会变成经济的殖民哦。这个是美国哦，跟俄罗斯，其实他们两个人已经坐下来面对面谈了。谈判桌上没有乌克兰的角色，没有欧盟的角色哦。川普就说啊，你乌克兰先前对俄罗斯开战哦，你先对俄罗斯开战，而且对泽伦斯基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说你能力超级差的。我们来看看。And I think I have the power to end this war. And I think it's going very well. But today I heard, oh, well, we weren't invited. Well, you've been there for 3 years. You should have ended it 3 years. You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it. You could have made a deal. 我就说你没有办法上谈判桌，你就会变成 menu 菜单上面的一员。现在乌克兰的情况看起来就是这样哦，他准备要被抛弃了。乌克兰、欧盟没有被受邀哦，只有美国跟俄罗斯在谈所谓的这个战争的相关的事宜哦，这个中战的相关的事宜，并且达成4项共识。俄罗斯说，我有3件事情不会让步，包括要把这个美俄之间的关系的棘手问题把它解决，重新确认美俄之间的外交使团的运作哦，过去断了一段时间，现在要接回来。另外，双方要任命高层级的团队哦，用持久可以延续的方式来尽速的结束俄乌的冲突。第3是战争结束之后呢，美俄要地缘政治等议题进行合作。你看，全方位的2大国又要开始交流了哦，都是美俄。乌克兰的角色在哪里？欧盟的角色在哪里？讲起来很悲哀，可是这就是实力原则。俄罗斯的外长就讲在北约扩张，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军队部署乌克兰等3件事，我没有办法让步。讲白了又绕回原点了嘛，3年前就是你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嘛，拜登觉得 OK， 或者是某种程度默许发生战争。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媒体还报道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说，其实啊，美俄之间有达成一个3阶段和平计划，内容是什么呢？停火，这是第1点。第2，举行乌克兰大选，重新选举啊，你泽伦斯基下台呀，然后签署最终协议。天哪，这个泽伦斯基现在情何以堪？如果是真的话，那另外呢，乌克兰可能面临了亡国危机。普京超狠停战条件曝光要推翻基辅的政权，还解散军队，其实是类似几乎是相同的一个消息来源所以现在呢，英国的媒体就说，川普的方案如同经济殖民乌克兰，因为川普就是要钱嘛，所以英国的这个《每日电讯报》就说，那美国向乌克兰提出说安全保证，可是同时间你要给我一些回报，那回报是什么呢？包括矿。包括石油，包括天然气，包括港口，还有其他基础建设，我会收你资源开采经常性收益的50%，你要给我1半的钱。好，那现在呢，这个乌克兰你能不答应吗？你被经济殖民了，你根本就是被美国吃得死死的。泽伦斯基我们刚刚讲过，他极可能会下台，如果要办这个再一次的大选的话，那这个。可是泽伦斯基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他说不能让乌克兰成为阿富汗2.0。如果你西方军队仓皇撤离，也就是这些支援其实西方的军队没有真正进去。可是如果你这个所有的武器啦，所有的这个通通都撤掉的话，我们就会变成阿富汗的翻版。这样的情况没有人想要看到。可是你在那边呼喊，你觉得强国会有回应吗？我们看到呢，乌克兰总统他批评白宫你在取悦这个普京所以呢，他对沙国的访问的日程也 delay 了。另外呢，我们看到普京说必要时间我会跟你乌克兰谈判你们有权可以加入欧盟，因为这是商业的一个组织。可是北约你别想讲大白话就是这样。我们看到德国最大国防的包商就是军火商讲了一句大白话其实是很直接的透露出来现实的状况。他说你现在看看美国跟俄罗斯上桌讨论乌克兰，没有欧洲，为什么？你长期低军费，如今只能做儿童桌，没有人要管你啊。欧洲你只能怪你自己，如果你不够强，他们就要把你当小孩。当然他是军火商啦，他当然希望说多卖一点军火，可是如果你不够强，实力原则，别人不会鸟你啊，不会甩你啊。
你还想上桌？不可能。冯德莱恩见美国的俄乌问题特使，就说：“我们欧盟的角色很关键呐，这样才能够致力实现正义和持久的和平。”可是你的说法跟泽伦斯基一样，听进去的人或者是会鸟你的人有多少呢？画一个问号。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呢，包括川普又丢出来说，你欧洲干脆部署维和部队，这个我赞同啊。如果未来可以达成和平协议，俄乌战争落幕，欧洲国家愿意这么做，我非常支持啊。美国我就不用把军队派过去了，一切都是以美国的利益来做着想。波兰其实也有趣啊，波兰总统就讲了一些话，他说只要美国承诺不减少北约的东侧驻军在期盼美国建立川普堡常驻基地，最好你来这边盖一个美国的基地就叫川普堡吧，把美军给派驻在这里，这样我们比较安全。大家都在为自己做打算王毅也说话了在这个慕安会议上，他说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好，我们来请教这个赖老师怎么看？川普在没有上任前，他其实基本上就是反对这场战争。他认为俄乌的战争是由拜登、北约跟泽连斯基他们所挑起来的。他们认为，如果是他当总统的话，这场战争根本不会发生。所以他上来了以后，他优先要解决的确实就是这件事，而他解决的方法确实就跟欧洲、乌克兰跟北约的期待完全相反。那很明显的，他几乎是满足了俄罗斯的所有的要求。虽然他没有这么明说，但是他们从完成的4到5点的共识来说，他的这整个方向就是满足俄国的要求嘛。第一个就是全面性的恢复大使馆、领事馆的正常功能，也就是说，本来俄乌的大使馆、领事馆，不是俄乌，美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大使馆的功能是在奥巴马的时候被限缩。那现在的情况是要完全恢复了，所以等于是他们现在的谈判要加速来进行，完全恢复。那另外，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特别有一位就是俄罗斯主权基金的主席，他有去参加。这个主权基金的主席，我估计他跟美国大概会达成以下几个协议。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未来石油天然气的定价，美国、俄罗斯跟 OPEC 3个国家定来说了算。所以对于这些没有石油天然气的国家来说的话，未来在这个能源这个部分，那会由他们来主宰的。所以这个主权基金去。第二个呢，对于俄罗斯原本被美国跟欧盟所控制的那个3000多亿的美元，那他们把它冻结，而且他们把它的这个滋生的利息有一部分已经借款给这个乌克兰，我觉得他是会要回来。他不但会要回那个3000多亿美元，而且呢，他会把已经贷款给乌克兰的这个钱，要欧洲看哪一个国家贷款出去的，哪一个国家就要先谈给他，然后再由乌克兰去还给那一些国家。我想这个是他来参加这个谈判的主要的目的。第三个，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特别谈到，就是说美俄要开始谈地缘政治的问题了。你看为什么会在整个谈判中会谈到地缘政治的问题？那也就是说，美俄之间要来谈他们地缘政治中相互不构成威胁。也就是说，你俄国对于欧洲有地缘政治的威胁、安全上的威胁，或是欧洲对于对俄国有，但是我美国没有，我美国是在大西洋的另外一端，所以我对你没有构成威胁，那你本身也没有必要对我构成威胁。那我们的箭头都对向中国大陆，那我个人觉得，他目前要谈地缘政治这一端，其实就是要谈中俄之间的地缘政治的问题，中亚之间的问题。那这个就符合川普他过去一直主张的，他就是要联俄制中，或是要卯足全力遏制中国的发展。我想这个是他要快速解决俄乌战争、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来请教彬哥。我觉得现在情况算是非常明朗，就是普丁已经看准了这个时机，他知道川普急于想要结束这个东西，然后想要回收美国在这个乌克兰的利益，所以呢，他现在就开始狮子大开口，
然后看你川普怎么还价。那川普显然也完全无视乌克兰跟欧洲的反应，就直接我就先跟你协商好，然后谈成这些阶段性的这些目标，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逼着欧洲、逼着乌克兰吞下去。那我觉得这个情况当然对乌克兰非常非常的不妙，尤其是我觉得川普也很厉害，他已经完全倒打一耙，说都是你们自己要去打这场战争了，你还打不赢。当初明明就是你们就要去打了，然后再来呢，我必须说，大家都知道，本来一开始刚开战没多久的时候，土耳其那时候牵线，本来乌克兰跟俄罗斯是有机会和谈的，是谁不准他们谈？不就是你美国吗？那现在你把责任全部推到泽伦斯基身上，那但是这就是谁拳头大谁讲话算数啊！现在就是美国拳头大，所以泽伦斯基想不吞也很难。所以这整个情况对乌克兰当然非常的糟糕，看起来就是直接被瓜分了。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现在俄罗斯其实想法超简单啊，反正泽伦斯基在叫是吧？我直接让你乌克兰大选，然后你就再见。因为我根本连你的合法性我都不承认，然后你以后连说的话都没有。俄罗斯甚至已经呛明了，他们要的是能够亲俄的，也就是跟俄国比较相合的这个人上来领导乌克兰。那乌克兰以后就变成俄罗斯的附庸国，对，只是这个附庸国里头确保了美国在当地的利益，没错，对啊。那问题泽连斯基现在一叫，你知道川普不止这样呛他，川普还说，那你还我3500亿美金，这是狮子大开口，因为泽连斯基说我实际上手上只有750亿，然后就他现在要还3500亿，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上，这整个国家已经被卖光了。就是大家各取所需分赃，然后现在最急的是谁？除了乌克兰之外，当然就是欧洲。可是欧洲这些家伙急有什么用？要你拿出办法，你又不愿意，全部在闪，出兵也不行，什么也不行，所以川普直接消遣你啊，说好啊，你们愿意出兵，我很欢迎啊，你来啊，他们也不会做这件事啊，所以看起来乌克兰命运大概已经注定。将军，这次来讲，美国跟俄罗斯在举行和谈当然没有乌克兰跟欧洲的板凳位置。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本来就是美俄之间的一个综合性的战争。我讲综合性，不只是军事上，那乌克兰所扮演的只是军事这个角色而已。除此之外，美俄之间他们在打的什么呢？在经贸上面有没有在打？经贸上面，我想说一开始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要把俄罗斯的经济给它拖垮嘛。甚至于奥斯汀就是那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讲过这种话，要把俄罗斯拖垮。外交有没有开战？外交也开战了。外交什么？就是硬要把这个欧洲的这些国家拉回美国的盟邦里面。那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刚开战之初的时候，原来马克宏有讲过说，欧洲北约已经脑死了。那后来经过这场战争，他就是把它刺激活，就我外交上面我也要获得利益，那跟中国之间对不对？要断绝这个欧洲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场仗打下来，我必须要讲，这个时候会和谈，是因为美国发现说他几个战略目标都没有达到。第一个军事上面，他叫乌克兰去打，就乌克兰现在是一线溃败。那在经济上面来讲的话，经贸上面来讲的话，俄罗斯虽然对他实施 SWIFT 制裁，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怎么样，它的 GDP 继续在成长，反而是欧洲这些国家通膨的很严重那外交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外交战方面变成中国跟俄罗斯两个国家越走越近，所以这个川普其实你说他聪明也蛮聪明，他看得很清楚，这场战争美国不见得能够打下去。好，现在和谈，我只问一件事情嘛，你现在美国叫欧洲派兵去驻军，要驻哪里？你知道？驻军不是说随便我这边维和部队就可以驻了。我提醒大家一点，上次前不久这个以色列去打这个黎巴嫩的时候，他打这个维和部队，为什么打维和部队？因为维和部队占领军事要点嘛。我们都知道我一定要占领军事要点，所以这个以色列军队过不去，他一定要先去打维和部队，要把维和部队这个据点抢占之后，他才有可能再往前面推进。那现在来讲的话，在乌克兰很现实的战场上面，这一线的据点里面，他最后的确保线。从北边的库皮扬斯克、红军村、杰尔任斯克、这个大诺瓦西瓦卡、库拉沃霍，已经五个重要的据点丢了3个，那只剩下2个还在激战之中。我试问一下，欧洲这些军队，你敢去当维和部队吗？你要维和到什么地方？你要住到什么？你没有地方可以住那不要忘了，刚开始开战的时候，我提醒大家，俄罗斯打的是什么地方？第一个打的是你基辅，只是说他没有打下来。第二个打的是什么地方？敖德萨港。
然后因为敖德萨港没有打下来，所以说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蒙受了很大损失，他甚至于快整个舰队被打残了。那你想想看，现在他如果说打胜的话，普京在谈判条件里面会不会要敖德萨？我认为他一定会要敖德萨。那你欧洲你驻军，你先试问一下，你要驻，这是回归到现实嘛？我今天我一个军人，你不是说哎我们派维和部队，你政客讲的话，我军人我不会答应哦。我去的话我住哪里？我们一下子就被干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了，短时间之内可能看不到结果。没错，乌克兰看起来前途很糟糕哦，可能就是被美国跟俄罗斯给瓜分哦，各个方方面面，包括土地，包括经济。不过我们来看看川普呢，他对全世界都下手，包括关税的部分，汽车关税、半导体关税、制药相关的关税，他说打算4月份就要开征哦，那会在4月2号公布更多关于汽车的进口税的一些细节。那很多业者当然也都在看，很多国家也都在因应，包括你看到呢，川普特别讲。晶片关税25%，这个画面或者是这样子的新闻出来之后，已经有大厂接触说我们要返回美国来投资，所以川普自己认为自己这个政策是大成功。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大陆其实就谴责啊，他们在 WTO 谴责川普说，你这样搞，全球会有大灾难，因为这个会有通膨嘛，然后会有这个市场秩序的扭曲，甚至全球都有可能经济衰退耶，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常驻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李成钢。可是呼吁归呼吁，谁拉得动川普呢？拉不动。我们先来看看 AI 好了，大家都在谈 AI 哦，就是这个未来的核心的产业，其实是现在进行式。那我们看到习近平17号他就出席了一场所谓的民营的一些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个座谈，然后呢瑞银就做了相关的一个分析。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的讲话，他里头有特别讲到说，私营经济成就，说民间的这些这个经济也对中国大陆有贡献，如何。然后呢，这是象征科技行业这个是所谓的专家瑞银说，这象征着科技行业整顿的结束。前一阵子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可能在整顿这个行业，可是现在停止了，这是一个 sign。所以瑞银预计未来大陆资本市场将在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政策的一个这个类似一个导弹这个一个照明弹，大家可以往那边走。那另外我们看到 DeepSeek 在1月底推出来之后，的确它的生态系迅速的扩张。包括你看到很多的推理应用百花齐放，像是什么呢？许多云端平台上面呢，包括百度、同理、腾讯、商汤、京东云等等都已经这个加入那包括中国大陆的工信部公告，中国3大电信商都导入技术与通讯额的这个各种领域的整合，意思是说现在很多的应用都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全世界都在看它的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子也都在推估。那另一方面，马斯克他当然也要这个做很多相关的创新嘛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推出 AI 聊天机器人他刚刚推出，可是 DeepSeek 就发布了新的研究成果。像是中国网民中国大陆当然他们就会觉得说，马斯克你这个推出的 Grok 3 Grok 3说是你这个推出来这个东西不好啦，我们的 DeepSeek 更有优势。那当然这个全世界其他的一些朋友也会有不一样的批评那到底谁是地球上最聪明的 AI 呢？见仁见智。可是中国大陆的网友讲出了一个核心，因为 DeepSeek 的投入的成本，训练成本更低所以光是这一项你就赢了嘛。那另外马斯克他在政治上参与很多，可是他自己的事业体上面他也不断的在做一些相关的推展，像是推机器人还有自驾小黄各种方面都在推动。可是中国大陆的人形机器人，大家看到在春晚上面最近有很多的发展，所以预估2030年它的产值可能占预估可以到8700亿人民币这是来自于摩根史坦利的一个最近发布的一个所谓的100强名单，像是优必选
比亚迪等等这些企业都上榜了。那很多的预估关于 AI 产业的一个相关的细节都出来了。那看到华为也把 AI 运用在病理大模型的加速诊断，像是肺癌啊、乳腺癌啊这些可以更快的诊断出来。那另外呢，在动画上面，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哪吒2》据说它推出来之后，在中国大陆大成功，这还不打紧。全球的动画票房现在已经到达第1名了说是战列史上最卖座电影的第8位像这样的成绩其实蛮不容易的在北美啊在澳洲啊很多地方很多观众都走进去看，有一些观众就说，虽然听不懂中文，可是这个视觉他们觉得很棒，还有叙事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来说有很多的启发。来，请教赖老师。川普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有贸易顺差都是偷了美国人的钱，这不公平啊！因为你卖东西给美国，美国卖东西给你嘛。那美国因为需要，所以买你的东西，那你平衡，你把它相互加减，进口跟出口一减，说你美国出现的贸易逆差，那就说顺差的那个国家就偷了美国人的钱，没有偷你的钱嘛，因为你还是用的这个我们的产品嘛，例如说。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卖到美国卖很多，而且我们的3C 产品卖到美国卖得很好。那你自己本身做不出来，你需要我们的台积电的晶片，而且我们事实上有贡献。你们美国的这些，不管是今天马斯克自己也承认嘛，他的这个最新的这个 AI 也是用的就是那个英伟达的辉达的，那辉达的代工厂就在台积电，那你从台积电卖过去美国的时候，那就变成台湾出口，美国进口。我觉得，可是他贡献给你马斯克的那个人 AI 那马斯克的 AI 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是你马斯克赚大钱了。我觉得，川普的这种做法跟这种逻辑是不对的。然后他现在要用关税的方法来胁迫所有那个跟美国贸易有顺差的国家，这当然就会把全世界搞乱了。不过他都有一个缓冲期，从他签字到开始执行都有一个缓冲期。其实他的目的是要透过这个缓冲期来谈判就是说你要让我什么，你要给我什么，你要买我什么然后呢，你要不要把工厂迁到我这边来？然后如果你给我的话，我就给你豁免。我觉得他这是一种谈判术了。但是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他就真的跟你克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伤害蛮大的马斯克推出来的这个产品，还要经过市场检证。那 DeepSeek 已经经过市场检证了，而且也经过 AI 那个 OpenAI 它本身的检证，他们认为说，中国大陆的这款确实是好东西。那现在马斯克推出来以后，我们看到 OpenAI 立刻也推出一个，他说我还比你更强。那就是处于一个高度竞争的状态。对，高度竞争是好事情因为会刺激大家更加的努力。是，我觉得这种良性的竞争都是好事。大陆的科技发展，坦白说是不容小觑了。它的进步的速度，谁都不能够去否认的。来，我们接下广告。我们请教彬哥怎么看川普的关税战？其实老实讲，川普是真的把关税当万灵丹吗？我倒不认为。你看他其实最近一直不断在宣传什么？你看我的政策是有效的，很多人就不断要把厂迁到美国，或是要来配合我们的政策施政。我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目标。那因为我想，川普是一个大商人，他心里头应该非常清楚，你关税硬加上去的结果是你美国人自己要先倒霉。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只是他一个策略，一个手法。包括你说像他对台湾晶片说要跟你征100%关税，其实我们这里也很清楚那个至少第一阶段你征不到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的晶片其实实际上是苹果买了，可是苹果是送到中国大陆去做，所以基本上你也抽不到台湾的关税。那当然，如果他硬要抽你的关税也不是不行，他也可以以川普这么独断的个性，他也可以直接讲说，我管你是从哪一国出口，只要那个是台湾做的，我就抽你的税。他也可以这样做了，但是他会真的这样做吗？我认为倒不见得。他真正的目的还是希望逼台积电加速去美国设厂的这样一个步伐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要看我们的政府怎么去应对。我比较忧心的是，看起来我们政府完全没有想要挡的意思。
而是想要配合他们加速把台积电送去。看起来是。对啊，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好像我们的政府完全不在乎台积电未来会在哪里。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可怕。那至于 DeepSeek 这一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它现在至少在市场上已经获得肯定了。老实讲，我也几乎每天都在用它。我现在很多什么事情没事就问他一下，看会怎么样。啊，你有没有问这个事？小三曹新成的事？这个没办法问，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整个，因为他的资料不是最新的资料，所以他只能停留在去年的东西，所以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去更新 update。那至于说这个马斯克这个 Grok 3，我必须说啊，大陆朋友也不要太小看他了。因为马斯克是准备集结10万片晶片来干这件事，所以如果真的被他集结，因为马斯克的集资能力是非常强，对，他如果一旦真的集资到10万片晶片，那个算力是很可怕的，那个算力可以帮他克服很多东西。只是如果要以性价比来讲，当然 DeepSeek 是远比他好得多啊，这个是必然的东西。那我也不认为 DeepSeek 就会就此停在这个地方。实际上 DeepSeek 下个阶段是准备要换用国产晶片嘛，要更进一步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才刚开始，方兴未艾而已，还没有那么快。那至于人形机器人老实讲，我都觉得，不管马斯克也好，或者大陆也好，你们是不是把市场期望的太高了？也就是人形机器人，现在我们看都有很多表演，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它也许有一定的作用。可是你要到2030年之内，你要有870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量，那是有多少？可能是一般民间都在买这个东西。那谁要去买这个东西？除非很有钱人买来当玩具，不然一般民众，你说这个东西可能我知道大陆那边可以把价钱压得很低，可是就算是玩具，你说就算我买得起，我可能只想看他在那个地方玩2下给我看就好，你就要花钱去买这个东西吗？恐怕他也必须要有长足的进步才行。可以买回家当佣人啊，帮你服务你啊，类似那你要像做家事，做到那么细腻的东西啊。对啊，如果那样子的话就有可能。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这个时间交给将军。其实哪吒这部电影，因为这次哪吒2出来以后，特别回头去在手机里面，我只看得到哪吒第1集了哈。但是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很好看。你不要说第2集，现在真的很期待能够看到第2集哈。但是从第1集里面，我感触就很深。那我觉得说是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哪吒把很多的人性表现出来了。譬如说，为什么哪吒是一个3岁的小孩，然后叫魔童呢？魔丸转世，因为3岁小孩最顽皮了。我跟你讲，当过爸爸妈妈、当过阿公阿嬷的人，最怕的是3岁小孩。我觉得他就把那种人性表达出来。当然，他后续有表达出，包括到这个母爱，包括到父爱，甚至于跟友情，他都有表现出来。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有很多啦，哈，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哈，譬如说是《三国演义》啦，封神榜啦，《水浒传》啦，甚至于我觉得中国很多的武侠小说，其实内容都非常引人入胜。讲到这边，我不得不想起来我以前在军中一段故事哦，曾经有个小兵，他就跟上次我们刚刚上一节讨论一下，他想要请假，你知道。就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他说他被三太子附身了，他说他是三太子的鸡童，他被附身了。现在三太子叫他要回家去替他这个传达使命，当捉头。我在那边给我乱挥乱舞的，那时候我当连长，还好我有看过这个《封神榜》那部小说。我说你既然是三太子附身，我跟你讲，我有这个混天绫，我把他绑起来。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评论员谢寒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因为前2天曝光了一系列，包括曹兴诚10年前在对岸跟一名大陆女子的闲诗照片哦，那当然引起了一些讨论。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曹兴诚董事长准备告谢寒冰，可是呢，网络上也有很多仇恨的言论呢，包括可能比较偏向支持台派或是民进党的朋友就写下了很多的言论，像是这样子的一些话，我个人认为是蛮幼稚的啦哦。快讯
谢寒冰去世华银行看存款余额哦，可是他刻意变2行，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有一点坏哦，有一点幼稚哦。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彬哥昨天又重新做了一番这个解释哦。那他开直播哦，点阅率也创了新高，我不晓得是不是新高，等一下问一下彬哥。14个小时，从昨天晚上直播到现在，点阅数是13万哦，这个浏览的这个数字是13万。那曹新成说要这个彬哥哦，要求偿1亿元哦。那谢寒冰说还有一些东西哦，他这个1元因急劝脱产，这是谁？汪杰明哦，我不晓得彬哥是不是跟他很熟哦。他用一个朋友的口吻哦来劝告你说，寒冰呐，赶快找人脱产。按照老曹的做法，晚点法院就会去查封你的财产哦。嘴可以很硬，但身体要实际，快脱产吧。好，那看起来是中顾可是是不是也是要蹭流量呢？另外，蔡正元博士也提出了忠告，他说谢寒冰可以告曹新成诬告啊，求偿1亿美元哦。他认为这个事情呢，大家真理越辩越明，也让司法来做一个公正的审判跟判决。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现在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哦，如果你不自称台派，如果你没有抗中保台，没有喊得震天嘎响，你的忠诚考核可能没有通过。所以呢，下一步我们看到政府现在在抓什么？年轻人你要不要去当兵？有没有逃兵？逃兵从过去到现在其实都有啦，都有听闻。可是这一次是大咖，因为他是艺人嘛，王大陆还记得吗？前几年他爆红。据说现在都在对岸，可能有一些影视作品。那昨天传出来的消息是说，他涉嫌假造病历啊，躲兵役啊，所以后来用15万交保哦。那除了王大陆之外，我们来看看呢，包括2021年到2023年被抓到的闪兵人数，就是跑掉的从43个人增加到93人增幅蛮高的，超过100%。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岸对这件事情其实也蛮这个关注的已经登上微博的热搜那有一些大陆网友也说，你赶快回归祖国就没事啦包括我们看到韩国的网友，因为毕竟他是艺人观众朋友，艺人的话可能整个亚洲有一些他的粉丝都会关注。有一些韩国的网友就说，台湾兵役才1年你还要逃？不是才1年吗？这么短的时间你也要逃？那因为大家知道南韩他们的这个兵役是比我们长很多，而且是结实的。另外呢，这个我们来看看呢，义务役逃兵人很多，志愿役的兵力又不足，现在是我们的困境啊。刚刚讲的 maybe 是花边，可是我们的困境是我们的兵力不足。如果要抗中保台，你真的是要结实的把自己的兵力给盘点一下。必须讲最近乌克兰的处境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眼看着川普就要丢包泽伦斯基了，那台湾会不会变成下一个乌克兰？过去2-3年我们都在讨论，美国官员就讲乌克兰的征兵年龄因为打仗嘛，所以呢他们希望下修降到18岁来补充新的战力抗俄，这个是去年底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你看看才过了2-3个月看起来乌克兰就要被卖掉了。而另外呢，我们看到乌克兰过去其实逃兵有多少保守估计20万还有整个部队全员人间蒸发，这是战场上面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地球上面的事情我们看到台湾呢，未来呢，当然不希望有战争，可是万一发生了，我们还是要应对呀。国防院的民调就说中共武力犯台，近70%的民众愿意挺身而战这是做一个民调。可是真的如果爆发战争，会有70%的人真的愿意上战场吗？这也是大家提出来的疑问。像是我们周围的日本一直都很紧张他们为了因应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做了一些安排，包括日本拟定了冲绳12万人的撤离计划这是2月18号的新闻你看到他们连这个后撤后退像这样子后送的一个计划，通通都已经做得非常的扎实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原因起因可能是2022年8月裴洛西访台，中国围台军演有相关引起了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可是台湾人看起来比较老神在在。而另外呢，美军大家都知道在日本有驻军，尤其是 Okinawa。那到底美国人在这里 Okinawa 人是开心还是反对据说啦，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他们分析报道认为，年长的人
认为应该日本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让这个日本人脱离美军的管控，也就是说把美军基地给取消。可是年轻一代透过社群感受到中国在亚太日益咄咄逼人所影响年轻一辈比较倾向把美军基地留下来视为安全保障。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们是这样子来划分世代对于这件事情的不同意见。而另外在南海过去一段时间争议不断我们看到这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军方说是录到这一段，那他们说他们指控这是解放军的直升机这个很近距离的来逼迫他们。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Chinese military helicopter. This is Bureau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Resources of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conducting a lawful maritime patrol with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You are flying too close. You are very dangerous and endangers the lives of our crew and passengers. Keep away and distance of your aircraft from us. You are violating the safety standards set by the FAA and ICAO.好，这是来自于菲律宾他们释出的画面，也是菲律宾军方人员的视角。您的确可以看到有一架解放军的直升机非常接近，而且在它的这个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在那边盘旋。可是事实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吕律师说，这个共军的直升机很可能是从054A 的飞弹护卫舰起飞，在里面起降。要不然的话，这个直升机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本土飞过去，可能性比较低，因为毕竟南海很大你有一些油料的问题，所以有可能是从飞弹护卫舰起飞这个不过也是一个推论。所以现在黄岩岛的领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前一阵子不是也有一个所谓的纠纷吗？解放军的发言人有出来说话他说这是菲律宾一架 C-208 型的飞机没有经过中国的允许非法闯入黄岩岛的领空，还颠倒这个黑白是非黑白，散布假的新闻依法要追踪监视，警告驱离。他的意思是刚刚那一艘直升机是要驱离菲律宾的军舰菲律宾的飞机这个军机。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国也谴责中国海军南海的危险行动希望和平解决争端所以南海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复杂，那到底能不能够找出端倪呢？来，我们先请教彬哥就是最近您是新闻人物嘛，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你现在有压力吗？因为毕竟被告然后要求偿1亿，普通人可能会有压力。没有啦，因为说真的，求偿1亿大家都知道是唬烂的嘛，实务上根本不可能这样判，所以这个就是要展现一种绅士嘛。那我会觉得我也难得啦，可以晋升为1亿男也不错。你会去提告诬告吗？因为不是因为蔡正元博士提议，我跟你讲，诬告这种东西必须要第一个我要看他告什么，因为有的东西我可以反告诬告，有的东西不行。所以要看最后他到底告什么而定，而不是我因为他现在还没告我，我也不能直接告他诬告。他还没去告啊？至少我目前还没收到对啊，所以我要等到确认他告我什么之后，我才能够决定要不要告他诬告。而且我说真的我要反告，假设我真的要反告他诬告的话，何必30亿、3000亿啊？对啊，反正讲了也是白讲，根本那个都是唬烂，30亿也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就说啦。那重点是在于什么？在于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真还是假？所以我觉得我这2天比较高兴的是，因为林涛说他拿去给调查局了，那调查局说他们已经受理，而且会尽速处理。对，那就很简单嘛，就等调查局的检验结果出来就知道了。因为重点是那些照片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东西嘛。那我们大家就来看这个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好了嘛？那至于说杰明，我跟他认识很久了啦，然后他劝我脱产。说真的，第一个我不是像杰明他们是财经出身，我不知道怎么脱产。然后第二个，说真的，我也没多少财产，也没什么好脱的，真的讲实在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吧，近代官司演变嘛。那至于曹董或者这些网络上这些傻鸟要怎么讲，老实说这些傻鸟天天都在讲这些傻话，我根本已经懒得理他。他们有来攻击你吗？有啊，当然有，每天都有啊。对啊，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但是说真的，这种人呢，很多人劝我去告，我必须跟大家解释，因为基本上我也算公众人物，所以我如果去告他们的话，公众人物在这个容忍言论自由的跟名誉侵害的尺度是相对比较大，所以我去告，其实要赢的机会并不高。那同样的。因为曹董，很多人说他是平民老百姓，抱歉，他不是，他是公众人物。
更不要说他今天还成了文化总会的委员，是刚刚发布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一般的人物，他还是什么赖清德主持的那个什么全民防卫韧性委员会的顾问，所以他一直是个意见领袖，一直是公众人物，他从来就不是平民百姓，所以相对来说，法官对他的言论自由跟名誉侵害的尺度也会放得比较宽松。斌哥，我可以问你一下吗？你应该是有一个一定的把握，你才会做这件事嘛？对啊，不然我早死嘛。对，所以我现在要问的是你的查证哦，还有就是你手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对你更有利的一些证据在手上？当然，就是因为官司一定假设要进行的话，我手上必须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嘛。那有一些如果现在就放出来的话，万一他真的要告我，可能就会影响他官司的进行，所以我也不会随便放出来嘛。那当然，我在做这个东西之前，我也会知道曹兴诚周边人家请得起律师啊，到时候搞不好一整个律师团来对付我，对不对？所以我也会先去想到我爆出来这个证据到底是真是假，会遭遇到什么样一个状况。所以我当然是有把握，我才会推出来的。所以你有查证过，包括跟那一名小姐那一名女士有通过话吗？没有，因为很难跟她通到话，因为她毕竟第一个她人在大陆，第二个她行踪还蛮飘忽的。他到处在跑，但是我有跟大陆那边的人求证过，是有人确切知道有这个关系，所以才跟我讲。所以这种状况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我不是什么调查局或什么东西，我不可能像调查局这样去把所有的证据做非常仔细 detail 的检验。但是对我们来说，我就是要尽到查证的义务而已。那我认为我已经相对尽到。那我也检视过这照片，检视很久，我认为它应该是真实的。所以接下来就看事实说话。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去做太多的解读了。那导致现在政府要去查兵役这个东西，这个是很正常的嘛，因为现在就是役男短缺嘛，所以他们就到处去找人嘛。那问题是这样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啊？你看啊，新北从43增加到93，新北的人口大概是台湾的1/5左右，等于每年差不多就有400多500人要逃兵。那重点是靠这400-500人就能够补上吗？不是嘛。重点还是要把两岸之间的态势改变，你要让大家觉得当兵不再是一个负担，不再是一个困扰，人家才愿意去当兵嘛。这个政府要想清楚。将军，其实我电影看多了，我觉得这是一场谍报战。这为什么我讲谍报战呢？因为我们看这个韦小宝在这个周星驰在韦小宝电影里面，他鞋子被一脱下来以后，刺了4个字啊。清明反复后来大家搞半天是反清复明，代表他是天地会的人，其实也是这种道理。你知道忠诚是什么吗？是我们陆军军风，叫忠诚军风。所以这边4个忠，那边4个诚，两边一对，对，忠诚。帮我们做陆军的情报。可是南韩的军人也是忠诚呢。不是，有不一样。我现在跟你讲，如果说举出来，我特别也牺牲捐躯捐入我的手里。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是这个。拿出来你绣的是忠，那对方刺的是勇的话，那代表他做空军的情报，因为忠勇军风是空军的，要勇敢。那如果说对方刺的是一个义来讲的话，忠义是海军军风啊，所以说这个我相信去的话，大家一对就知道，哎呦，你是替我们做什么情报？那如果说陆战队呢，陆战队叫永远忠诚啊，我特别写在宗旨上面啊。如果说大家一群人见面的话，你们忠诚，我永远，对不对？你看看。所以这个真的有趣耶，就是很惊险的。另外还有一部电影叫《色戒》对，《色戒》这个一样的道理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我特别写了一副这个对联：奇女子效命谍报，老男人现身报国。这个之所以说这些相片，这些青鸟信不信？曹总一开始就讲嘛，对不对？这个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其实我跟你讲，青鸟现在很为难，要信还是不信啊？这边也写了，这个相信曹董，相片在眼前，你很难去否认；不相信曹董，联署会少一半，对不对？就大家不相信说这个是AI 的那你联署又少一半。信与不信间，青鸟千万难。他们不晓得要信还是不信。现在所以说是为什么这些青鸟陷于一种焦虑之中？我们这个曹总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我想说大家很为难了。那王大陆这种逃兵这个我特别要讲，其实他是有钱人花得起100万，但是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就是在装疯卖傻，在床上大便，然后说我是神经病，有一个姓温的就干这种事嘛。那有一些人自己把手指头剁掉，但是你做再多都没有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自愿役的官兵在营区里面，我叫他们叫3等士兵。为什么叫3等？你知道吧？等就寝，
等休假、等退伍3等。天哪，原来是这样子，我都不晓得。来，曹董提出告诉以后啊，是那当然法院就有责任啊，有义务要委托啊那些公信力高的、可靠的、科学的一个证据来判断这些照片的真伪。那如果说证明了这些照片为真的话，这个问题对曹董来讲不是很容易处理的事情了啊。那如果照片为伪的话，对韩冰来讲就可能会摊上一些麻烦的事情。我想这个一翻两定远啊，那么由科学的方式来说话是但是我觉得如果青鸟就认为借这个机会来攻击韩冰，或者攻击我们这些一直长期以来主张两岸不要打仗的，没有必要去挑衅大陆，然后去推动连美国都不敢支持你的这个台独，连日本都不敢支持的这个台独，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一旦推动这个，真的会造成两岸之间不可挽救的后果。那我们这样的人就要被无情的攻击、谩骂，然后甚至抹黑、栽赃，甚至设下圈套来把你套进去。我觉得这些真的是谁为台湾好，谁不为台湾好。我想观众朋友，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内心里面应该会有自己的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绿营的这些支持者，他们一直没办法突破半数。也就是说，更大多数的台湾的民众，他们是反对这样子去制造两岸可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因为您看，连日本都很担心，因为现在已经不只是日本跟美国的智库，是日本跟美国的现役的高阶的这些军官，他们的评估认为，解放军在台海4周的这一些军事的演训，事实上是为实战在做准备。所以他们的估计里面，就是如果真的台独做了什么样的动作，逼得大陆必须要动手了，那这样的情形下，他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在做的都是一旦发生最坏的状况下，他们该如何？那他们可以把靠近台湾周边的这些岛屿的日本民众撤离。可是问题是我们台湾的广大的民众呢？那我们就面临了像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那问题又来了，就是如果要像乌克兰的情况，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乌克兰的民众代表他们为什么征兵的年龄一直往下修到18岁，对，还有可能再往下修，那就是因为战损非常的严重。战损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战场中死亡跟受伤，或者是严重受伤不能够再回到战场的这些总人数，那一定是比美国或者是乌克兰所公布的人数还多很多，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整个逃亡的人数一定很多，而且他们都没有回到战场中，也没有回到乌克兰所能够掌握的情况，所以才会年龄一直往下修。这种情况如果也发生在台湾呢？所以我想王大陆他们的这一些目前来讲，这么多人想要离开或者想办法要逃避兵役，我想他们内心里面的焦虑也是在于说，为什么我要去当1年的兵，我要去打仗，然后我可不可以不要打仗？有钱的人就可以不用打仗，那有关系人就可以不用打仗，这个也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嘛。